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 今天要来一场对决，也就是我们传统派的 Calipers LaFice 对决科技派的 Sonos 5， 决定音响的未来路线之争。'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你们听出来了吗？一个声音像一盏锐利的聚光灯，直接打在你的脸上；另一个呢，则像是一盏柔和的灯，把环境光温暖的包覆整个空间。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来，那我们就先从价格开始看起喽。Calipers 公司货一对19800元，而 Sonos 一颗22900元，一对就要45800元。问题来了，2倍的价差，声音也会差到2倍吗？Calipers 有黑色以及木纹色，箱体标配的布网罩、金属旋钮，满满的美式复古元素，感觉放在角落会越放越有味道的感觉。整体高度大约30公分，宽17公分，深23公分左右。主喇叭是5.3公斤，副喇叭4.8公斤，其实也是一对很小巧的喇叭，把它放在电脑桌或是书架层柜上面也不会太占位置，摆放的弹性还是比较多的。反观 Sonos 有黑色以及白色。在设计上呢，完全现代风格派，长得很像某种会播音乐的 Apple 家族成员哦。那很多人直觉会觉得，一台 Sonos 肯定会比2只 LaFice 更省空间，但不一定哦，因为一只的整体大概36公分宽、20公分高以及18公分深，本体密度比较高，单颗就差不多多了6.3公斤。从单体配置就能够看出2台的声音个性其实差还蛮多的哦。我这里直接帮大家整理了几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哦。Calipers 采用的是4.5寸的长冲程低音单体，搭配1寸金属号角高音，典型的2路主动式架构。它的声音风格就跟它的外形一样，直接有冲击感，最大的声音输出可以拉到109 dB， 再搭配 Calipers 一贯的号角高音，声音推得很前面，高频明亮。比较特别的是它内建的动态低音等化，这功能啊，就是在你小音量听音乐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把低频补一点起来，避免那种小声就变薄的状况哦。而低频下潜的话，就可以到50赫兹，这对它的个体机以及价位来说，其实 CP 值蛮高的。而且啊，如果你觉得低频太多，或是音响想要再微调，还能用 Calipers 自家的 APP 直接来自定 EQ 哦。那么接着要来讲到我们的 Sonos 了，它里面是3颗高音，再加上3颗低音单体，总共6颗，全部塞在一颗喇叭里面，还再搭配一个密闭式的箱体，结构就是6组的 Class D。扩大器，每颗单体1对1的控制，火力配置非常精准哦。那么整体声音啊，就是由 Sonos 自家的 DSP 演算法接手调整的，包含的是我们的空间补偿，还有低频修正，还有 TruePlay 自动校正。那么其实啊，就是一套软硬体整合的智慧型声音系统。也因为呢是密闭式的设计，它的低频不是走轰炸的路线，而是更扎实、密度高、不拖泥带水，听起来不像 Calipers 那种拳到肉哦，而是像录音室那种精修过的声音。从单体设计，你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Sonos 是想要做稳定派、全能型的选手。那么再来，我们就要来看看功能性以及连线方式喽。Calipers 的定位其实相当的明确，可玩性也非常的高。它背后的连接端子呢，就像是一座迷你的军火库哦，家里几乎所有能发出的声音设备，它都能够直接接上去。HDMI ARC 可以接电视 ，USB DAC 直连电脑，光纤 RCA AUX 加上我们的凤唱
唱盘，甚至蓝牙也有支援到我们的 aptX HD， 另外也还有 SUB Out 可以直接来接我们的重低音哦。整体来说 The Fight 的扩充性以及它的灵活度都是1等1的。不过要注意一件事情，它没有 WiFi， 也不支援我们的 AirPlay 2， 所以呢，这其实也不算是缺点，反而能够让你自由搭配，像是我们的 Win Mini 平价串流机，或是我们的 Eversolo A10这种中高价的串流机，玩出不同音色和串流组合，乐趣也会更多哦。而相对的 Sonos 则是完全走另一个方向，它几乎没有端子，就像是一把极简的瑞士刀，背后只有2个孔，一个网路孔，一个3.5mm 的类比输入，没有 HDMI， 没有光纤，没有 USB， 没有蓝牙，什么都没有。而 Sonos 呢，主打的就是无线生态系了，它支援 WiFi 串流、AirPlay 2， 还有呢，透过我们的网路路线的连接。那么如果你有想要用我们有线的方式来接电脑或是电视，就会稍微麻烦一点哦，因为它的设计理念就是让声音无线传递，而不是靠我们的线缆堆叠。当然，无线并不代表完全不用插线 ，Sonos 2颗喇叭还是要各自来插上电源，毕竟声音的魔法也是需要靠电力来做驱动的。而 Calypso 呢，也是一条电源线以及一条喇叭线连接哦，但是摆位上呢，就会比较受2颗喇叭的连接线所限制它的距离，而2颗喇叭呢，它的线材数量并没有差异。这边就要来讲一下了 ，APP 上的使用的差别 ，Calypso 比较单纯，只要蓝牙连接，不用账号，任谁开 APP 都能够直接来调整。但 APP 能调整的项目就不是很多，可调性是有限的。而讲到 Sonos 呢，在使用上有一点点小麻烦。假设呢，如果有第2个人想要帮忙设定，他一定要登入同一个 Sonos 账号才行。虽然它还是能够播放音乐来切换我们的串流来源，但如果你不想要共用账户，你就必须要重新配对了，或是整个系统转移到自己的账号底下，那么流程就会比较繁琐一些。而另外 ，Sonos 是可以2台组成立体声的。那么如果再讲到我们多房间扩充的部分那还是 Sonos 比较厉害一点，毕竟它是整个 Sonos 生态系的一员。那么像在这一颗 Sonos 呢，可以自己单独播音乐也没问题，也能跟家里其他 Sonos 的喇叭连接起来，一起多房间同步播放，甚至搭配 ARC、SUB 等组成 Dolby Atmos 的剧院系统，品牌整个整合度都会比较好一些哦。相对的呢 ，Calypso 比较像是艺人乐团，它没有原生的多房间功能。要多空间播放的话呢，就要搭配第2套喇叭，或加上像 Win 这类串流设备来实现。虽然也可以做到，但就是比较需要自己手动整合啦。而 Sonos 支援他们很主打的 Tree Play 的调音技术。这功能其实还蛮方便的哦，因为只要用 iPhone 或是 iPad 扫描一下房间，我们的喇叭就会依据你的空间声学条件自动优化 EQ， 让整体的声音是更加的平均，空间感也是更自然。不过这边就要注意一下了，安卓用户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 TruePlay 到现在还是只支援我们 iOS 系统，所以假如说你不是果粉的话，这项功能就会有一点看看就好了，等于是放着当装饰来用。而反观 Calypso 呢，没有内建这类花俏的自动校正，但也不是完全没得玩。只要搭配上 Win 系列这类串流设备你就能够使用我们的 RoomFit 自动校正，甚至还能够手动调整各频段的 EQ， 玩起来其实自由度会更加的高哦。这张图呢是国外网站实测 Calypso 的数据，用的是 CEA 2034的国际标准哦，专门亮喇叭在各种角度的表现，包含正面、侧面、反射音，整张图都可以看成是我们喇叭在空间中怎么发生的立体地图。那我们就先看蓝色这一条，这是正前方，也就是你正面面对喇叭时所听到的声音轮廓，频率线条相当的平滑，低频大概有50赫兹就开始发力了，往下延伸很有感，中频几乎没有起伏，整体的表现超稳。而高频呢，在10赫兹之后微微的上扬，这就是 Calypso 经典的有亮度、有存在感的声音
音特色。而橘色这一条呢，是我们聆听区的平均响应哦，也就是当你坐在沙发不是正中间的那个位置，你所听到的声音，基本的走向啊跟正前方很像，只是高频没有那么的刺耳，会稍微柔一点点。那么这条红色的就非常的关键了，就是我们的早期反射音，也就是墙壁或是地板第一次反射回来的声音。可以看到高频其实掉的还蛮多的，代表它的声音不是乱喷一通哦，而是比较集中的往前发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说 The Vice 的声音聚焦、干净、细节清楚，但同时也意味着甜蜜点比较小哦。所以说它最适合的使用情境就是你坐在正前方，以及桌上近距离或是沙发中间的那一位。这时候的声音呢，就会像聚光灯一样，整束光准准的打在你的耳朵上哦，细节就会比较明显一点点。而同样是依照我们 CEA 2034的标准来测，这张图呢，你就可以看到 Sonos 在设计哲学上面跟 The Vice 完全走不同路线。我们先来看蓝色的这一条，首先呢，正前方的频率响应 ，Sonos 几乎从低频一路到高频，画出了一条超平的直线哦，没有明显的起伏，整体的走向更中性，更讲求平均，就代表说它的调音逻辑不是亮一点、甜一点来吸睛，而是更像是录音室监听等级的稳定派。而低频的延伸更是猛，能够达到40赫兹以下，对于一台书架型自动喇叭来说，根本就超级扯的啊！所以实际听起来 ，Sonos 的低频会比 The Vice 更饱满一些，量感也多一些，更有那一种声音把你包起来的空间感。接下来再来看到我们的红色那一条也是非常关键的，它不像 Caliper 型那样高频掉得非常的快，反而衰减的比较平缓哦，代表它的高频扩散的是更广、更均匀。也就是说 ，Sonos 的声音啊，不是往一个点集中的打，而是像一层薄雾铺在整个的空间里。不管你坐在哪里，你听到的声音感觉都不会差得太多，整体是更开，包围性也更强了。那么这也呼应了它的定位哦 ，Sonos 呢是设计让你在整屋听音乐的，声音流动在空间里，而 Caliper 呢是舞台感爆棚、攻击性强，声音打在你脸上的那种爽感。实际听下来啊，让我来分析一下我个人的主观听感 ，Caliper 的声音集中、层次分明，特别是人声啊、结构啊，它整个亮度和细节就是做得非常的优秀了。不过它的高频指向性比较强，所以如果你做得太偏，或是房间比较空，可能就会觉得高频有点变暗，或是立体感减少，很符合它的测量曲线结果。而相对的 ，Sonos 的声音呢，就像是我们光线扩散，让整间房间都直接亮起来了。声音是比较宽、比较均匀，低频浑厚又带一点弹性的，整体听起来感觉像是一个面的感觉。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还是觉得音乐在整个空间环绕着你。那么在影片最后，我想要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思考：像 Sonos 这样透过 TruePlay 修饰过的声音，你觉得它还能算是忠于原音的 Hi-Fi 吗？又或者像 Caliper 这样坚持保留器材原始个性的做法，在这个讲求便利、智慧化的时代，是不是反而又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了呢？你理想中的产品是希望像 Caliper 一样提供最大的自由度和客制化空间，让你拥有完整的控制权吗？还是你更偏好像 Sonos 这样走向一个封闭但是极度便利的无缝生态系？你只需要享受结果，不用再烦恼设定。为了那一份极致的简单，你愿意放弃多少可玩性和选择权呢？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吧，我真的很想知道这一场忠于原因以及智慧调音的对决，最后你会选择哪一边呢？那么我是Joy，别忘了订阅、按赞，还有支持我们哦。是不是觉得前面的声音好像有点太短了？后面我帮大家准备了更多实际音乐的片段，让你更能够听到两台喇叭的差别咯。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 There'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
may be empty or weightless, and maybe I'll find some peace tonight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 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where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They say, oh my God, I see the way you shine. Take your hand, my dear, and place them both in mine.